续闯过2层通天桥的波澜，依旧终日苦修。荣勋又得到宇宙国主的垂青，后来居上。而我，虽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作为参考，但没有飘血正文的帮助，终究进度缓慢。要闯过通天桥第1层，我必须另想其他办法。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刻录呢。波兰，你也是来参悟的？不，炼落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值得一学。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被轻视的经历。为了不落于人后，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体会艰辛，体会艰辛毋庸置疑，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我想，炼落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毕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波兰与炼落同为天才战第1，他对当年炼落心境的揣摩，或许比我更为贴切。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不如去城外闯闯看。城外，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将其核心吸入体内，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还有最后一句呢。祭出城门，生死自存。哎，这有生命危险。嘶吼声，好强的穿透力！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宇宙里也能传声？不对，这嘶吼声直击灵魂。能发出这种嘶吼的生物，实力绝不简单。难道？龙峰，你得小心，我们这一届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我和乌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龙云带出来的。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显然，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给予的生存压力。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龙云身受重伤，那我如果只身冒险，恐怕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若风，外面危险，你先等我们。不了，我一个人去。陆风，陆风！不与他人比，只与自己比。波兰说的没错。回想以前，不管有什么凶险，我从未退缩过。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从那儿传来的，是我的错觉吗？
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混沌兽。 靠近后，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啊！坚硬身躯，此天使收效甚微，甚至还会被抓住破绽，危及性命。将我参悟混沌碑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完美还原出来。这就是混沌兽的核心了。元核作为3个身体的共同核心，在吸收混沌兽力量后，会令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对金之本源法则和空间本源法则产生更加清晰的感悟。人类身体虽略有不及，但也在蜕变中。 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但是，我有必须应战的理由。来吧！ 8个月来，除了更进一步的博蓝，仅有荣俊和加莱西闯过第1层。不知谁会是下一个通过者。你终于来了。加莱西刚闯过第1层就张扬起来，也许是天才战时期被罗峰击杀过。 怀恨在心吧。最近他一直强调，自己现在能轻取罗峰。这是通天桥的实时测试数据。罗峰，眼神灵第3重，天剑式。
罗峰闯过第一层了。加莱西，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既然我能先他一步通过第一层，那第二层也会如此。加莱西想和你比，谁能更快通过第二层？帮我回绝他，比试反而会打乱我的节奏。除了正文，还有一段附赠留言，应该是系统甄别到你购买飘血之后自动发送的。飘血秘法开创者炼洛，是我真眼子授课以来天赋最为出类拔萃的弟子。自他陨落于魔山后，我便将炼洛开创的飘血秘法尽数整理完成，共计110册。炼洛深蕴，我指望他的毕生心血能流传于后世。你愿依照建议购买飘血，我深感欣慰。望你今后勤加修炼，让秘法传承不断。留言对你依照建议购买飘血的行为表示欣慰。看来当初匿名邮件的发送者就是真眼王。亲自为炼洛前辈整理秘法，又在之后热心提点新人，只为将弟子的秘法流传下来。这是师徒二人的共同心血，我一定不能辜负。在飘血的帮助下，我对第一幅图的理解更深了一层。看似复杂的电脑编码，究其本质，也就是二进制代码。同理，宇宙本源法则在飘血的剖析下，分解出了108种玄妙。它就像是108进制代码，是构成本源法则的根本。我与分身同时参悟，提升会加快，但总体进度仍旧缓慢。歇歇吧，要无投胎至少要千百年。重组母巢不知何时会苏醒，我能做的。通往巅峰的大道，真的蕴藏在这些图画中。雨滴、星辰、怪兽，越是往后，就越发抽象深奥。我的另2个分身对本源法则的感知更敏锐，不如借助他们来一探究竟。即便有3个身体共同观察，也只能隐隐感到前6幅图中蕴含法则气息。对于后3幅图仍毫无头绪，那么就先专注于看似最简明的第1幅图。脑中竟自动浮现出战斗画面，且招式中蕴含着更多对空间本源法则的运用。可惜，只是浮光掠影般的呈现。要怎么做，我才能像画面中一样，将本源法则融入到招式中？时间已经到了。若想再次参悟混沌杯，可进入虚拟宇宙网络，闯通天桥。苍博前辈，您怎么来了？我的主意是一直在此坚守通天桥，你之前所见都是我的幻身。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便是你要闯的九域通天桥。通天桥总共52座，
对应52尊混沌碑，每闯过一层，便可多一次参悟机会。但迄今为止，仅有博兰连闯2层，其余人均未闯过第1层。经过3年苦修，如今我已突破至宇宙级1阶。虽然未必如博兰那般，但第1层我势必要拿下。请选择你的对手：武者、精神念石掌控者或精神念石幻术师。闯过通天桥是参悟混沌碑的前置条件，再加上2者之间有对应关系，那么我的对手是否会对混沌碑有较深领悟？如果要从对方身上汲取经验，那最适合的对手无疑是我选掌控者。罗峰，不可大意。竟与我完全相同。他对衍神兵的操控到了哪种程度？您竟然亲自来了。这一届的成绩如何？仅有博兰连闯2层并通过，绝大多数已淘汰，有2人还在测试中，而其中1人和您同属九羽流派。哦，他3兵，我6兵，为什么我却不占优势？衍神兵第3重天剑式。碑是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竟然被他还原了出来。能将本源法则融入招式，他显然对混沌碑有着更深理解。虽然多少给予了我一些启发，但我没想到自己会轻易落败。小问题，历届首次闯通天桥的失败率高达99.91%，你们这届也只有博兰通过了。罗峰，啊，你听说了吗？荣军刚刚闯过通天桥第1层了。看来他又变强了。我刚打听到，龙君要被元辰宇宙国的国主收为弟子了。啊，真的？宇宙国主可是统领宇宙国的超级存在，个个都有宇宙尊者的实力啊。而元辰宇宙国国主又是其中资历最深的，荣君能被看中，一定是藏有某种潜质。他不愧是前无宇宙国出身的天才里最具潜力的。而某些来自落后星球的劣等人种，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无需跟他置气。罗峰，我跟荣军约好了在这小聚，正好，
我们一起向他取经。荣军，好。荣军，恭喜啊！真厉害，改天教我几招。明明对方就是这么出招的，而我却始终做不到。看来一味魔法无法进一步提升，在不能参悟混沌杯的情况下，我必须想出闯过第一层的方法。罗峰，你对眼神兵的使用太过僵化，你处于研究九羽混沌杯的起始阶段，建议购买秘法飘血，打好基础。匿名邮件会是谁发的？对方拥有查看通天桥战况的权限，等级至少是不小，实力顶尖的可能还拥有封侯甚至封王的头衔。听说九剑尊者已离开混沌城，并派遣手下弟子龙玉王代为考察新人，所以发送者是他。但那么多人闯通天桥，他为何会注意到我？还有一种可能，混沌城会根据每人选择的不同混沌杯而分成不同流派，高手则会挑选同流派的新人收为弟子，所以应该是九羽流派的强者在考察你。九羽流派的强者会是哪位？对你而言，对方最好是九羽流派的元老、黑雾王或真眼王，拜在他们门下对你大有裨益。飘血秘法的创立者炼落，据说也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那给我发邮件的也可能是这位炼落前辈。炼落以天才战宇宙总排名第1的成绩进入公司，不足10万年便突破不朽。可惜没多久他便意外陨落，那是混沌城1亿年前的往事了。邮件不可能是他发的，但内部飘血显然是这个曾经的天才毕生结晶，一定对你有帮助。那要如何获得飘血？简单，利用公司积分兑换即可，而且只要800积分，很划算呢。你忘了吗？我先前为了给魔杀族分身买装备和秘法，积分已经……一分不剩，谁让你换那么快？不是你怂恿的吗？本来还帮你想了一个替代方案，既然你怪我乱出主意，我就不告诉你。巴巴塔，巴巴塔，求求你了！不逗你了。在此修炼的天才，在有所感悟时，大多会在住所周围刻录文字。而飘血的创造者炼落也曾在此修炼，说不定城内就有他的刻录。
炼络历经3000年，终于悟透九羽混沌杯的第1至第3幅图，并创出飘雪秘法。第4至第6幅图的修炼方法，我亦有把握。将来，我必成不朽中的最强者。年少成才，如此自信，倒能理解。问题在于缺少修炼相关的信息。他留下刻录，真的只为炫耀？不。